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前半部分的情节围绕着改稻为桑而展开。朝廷缺银子，严党就想让百姓把稻田改成桑田，从海外换来白银。这个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上，虽然没有过改稻为桑，但是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确实发生过一场缓慢而深刻的经济变革。越来越多的江南人不再种粮食，而是把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到棉布、丝绸、瓷器和茶叶生产中，用商品交换白银。这些白银最后都去了哪里呢？生产商品的人真的因此富起来了吗？大家好，我是陈无数，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你将听到历史上的财经故事，理解财政、税收、货币、证券的来龙去脉，用财经史理解今天的现实。明代后期的松江府，一个大户人家清晨开门，从院子里传出了纺车声。这个家里有上百张织机，雇佣了大量工人纺纱织布。家里的账房也忙碌起来，在账簿上记下今天用了多少棉纱，织出了几匹布。织出来的布有专人上门收，然后再运到市镇上去卖。在这个院子之外，还有很多小户人家，小户没有那么多织机，他们依靠家庭成员分工劳动。史料记载，这样的小户人家每天必须织出一匹布，拿到市场上才能换到足够的口粮。大户和小户是经营和糊口的区别，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不从事粮食生产，所需要的粮食从市场上购买。江南市镇上出售的粮食大多是从湖广、江西等地运来，因此明代中后期有一个谚语叫湖广熟，天下足。早在洪武初年，朝廷就要求有一定田亩的百姓不要都种粮食，也要栽桑、种麻、种木棉，这样可以生产一些丝绸、麻布或者棉布。这些东西与粮食一道构成了明朝国家的赋税体系。不过呢，在洪武朝，国家的经济秩序是以食物为中心，即使在江南，人们粮食和手工业商品的生产比例基本是固定的，也没有刚才说过的那种手工业生产大户。明代中后期，国家经济秩序从食物为中心转化为以白银为中心。此时对于普通人来说，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换银子。但是不同的商品能换到的银子是不一样多的。粮食家家都种，每家几乎都有一块自留地专门种自家口粮，所以粮食市场的生产者是远多于消费者的，粮食也就卖不上价格。但手工业品就不一样了，不论是丝绸、棉布、茶叶还是瓷器，都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比如原材料、生产技术、机器设备、运输条件等等，不是每个地方或者家家户户都能生产，因此生产者远小于消费者，就比较容易卖上价格。这个时候就要说到江南了，刚才说的那些条件，江南恰好全都具备。这里的气候适合种桑、种棉、种茶叶这样的经济作物，不缺原材料，人口又密集，也有比较深厚的手工业传统，不缺生产技术。有钱人多，有足够的资本采购机器设备，水网也密布，运输条件特别好，因此江南就成为全国的手工业生产中心。那么江南人种粮食变少了，吃饭问题怎么办呢？向其他地方购买啊，湖广地区生产的粮食也能顺着长江水路运来。江南有钱，购买湖广地区的粮食价格是相对高的，种粮食的地区就也能得到好处，整个国家的经济不就发展起来了吗？粮食和手工业品在这里发生密集的市场交换，孕育出了至今都闻名天下的江南市镇。到了隆庆元年，朝廷正式开放了民间海外贸易，江南的手工业生产因此更加蓬勃发展，形成了明代后期空前繁荣的出口经济。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到一个一个具体的生产者身上，比如一个松江的棉织户，一个景德镇的窑工，一个杭州的茶农，
一个苏州的缫丝工。我们就会看到，他们似乎并没有因为出口的繁荣而变得生活富足，流入中国的大量白银也没有到他们的手中。这就是明代江南商品经济的残酷之处，商品生产越发达，越能动员底层劳动力，可劳动被动员起来以后，收益不一定回到劳动者手里。下面我们具体来说。明代中后叶的江南棉纺织业为例，当时有2种主要的生产方式，一种是个体农户，分2种，有的是棉农，即农民自己种植棉花，在自己家里纺纱织布；有的是外购棉花，纺纱织布，自己家里的田还是种粮食。另一种是机户，他们生产规模比农户大，有若干张织机，从棉农手里收购棉花，雇佣纺织工人纺纱织布。机户的生产场所叫做工厂，这里的厂是场所的厂，不是工厂的厂，这与当今我们所理解的工厂是有很大不同的。个体农户的收入相对还是比较高，有学者研究，明代后期至清初，布匹的价格高，农户织造一匹布的净收入约合 0.230大米，当时生产一匹布大约需要7天时间，平均每天约为 0.03286时，按照明代 0.58 到1两白银每时粮食计算，每天的收入约为 0.02 到 0.03两白银。同时，这个农户家里还有10亩以上的土地种植粮食，完全自耕，不雇佣长工。经过测算，日收入能达到 0.07两白银。这个收入水平几乎可以养活一家8口。一个江南的自耕农，男耕女织，就能过上相对还算小康的生活。但是男耕女织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资本，能够购买或者租佃土地，购买织机，购买原材料。穷人或者破产的自耕农没有资本，只能到机户家里当雇工。当雇工的好处是不用自己承担风险，但坏处是利润中的绝大多数都会被雇主拿去。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手工业雇工日工资约为 0.03 到 0.05两白银，看起来能够跟农户纺纱的收入持平，甚至越高。但别忘了，农户是男耕女织，织布的收入不是主要收入，但雇工只能以做工为主要收入。如果夫妻俩都是雇工，总收入是小于男耕女织的农户的。那么机户的收入呢？按照记载，机户会抽取雇工收入的 20% 作为机器使用费，按照 0.04两每天计算，每个雇工每干1天活就要拿走约 0.01两，雇佣100个工人，每天就赚1两银子。这还没有算出售棉布的其他利润。对棉布进行深加工的染坊主、踹坊主大约也是这个水平。利润更可观的是销售商，例如在清代初年，徽州商人汪氏在苏州开设的益美号布庄，一年能销售100万匹布，每一匹布的纯利润100文铜钱，按照清代前期的银钱比价计算，大约是10万两白银。还有一个行业叫牙行，他们是交易的中介，帮助农户销售纺织好的白布，以及采购原材料棉花，从中收取佣金，还通过放高利贷或者压价收购来剥削底层农户。这清晰地表明，流通环节的商业资本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拿走了绝大部分的产业红利，而一线的生产者，无论是农民还是雇工，都只能分到极少的一杯羹。不论是农户个体生产，还是雇工在机户或者染踹的工厂受雇生产，他们的所得都远不如大地主、机户、销售商、牙行等资本方。我们以明代中后期1620年前后的有关数据为基准，来分析江南棉布和丝绸的产销数据。先看棉布，明代江南是全国最大的棉布产地，其棉纺织业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输出导向型产业。明代后期，不同学者所估计的江南棉布年总产量在2500到5000万匹之间，其中本地消费大约占 40%， 跨省内销，也就是江南每年输往全国各地的商品棉布大约为1500万至2000万匹。明代江南棉布的海外出口对象不多，仅有日本以及南洋。当时西方的棉布主要进口来源地是印度，而且中国并非棉纺织的起源地，
棉纺水平在全世界来看也不是最高的，因此我们不必考察棉布的出口。再看丝绸，相比于棉布，江南丝织品的商品化和跨区域、跨国贸易特征更为显著。不同学者估计，江南所产丝绸每年跨省内销总规模约为30到50万匹，江南丝绸基本垄断了全国的市场。明代后期，江南丝绸也远销全世界，包括东亚和欧洲2大板块，其中向日本、朝鲜等地出口的丝绸大约为21万匹，向西欧和美洲输出的丝绸合计大约为30万匹，海外出口总量至少是50万匹。综上可见，棉布本地消费占据 40%， 输出到江南以外的地区占 60%。丝绸本地消费没有数据，但输出到江南以外的地区，其数量占输出总量的 40%， 对海外出口占输出总量的 60%。当时没有现在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跨省内销对于江南这样一个经济体来说，就已经可以看作是等同于出口。因此可以说江南的手工业是一个输出导向型经济，而具体到丝绸这一个行业，则是绝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这么大一个农业帝国当中，江南有庞大的人口不从事粮食种植，他们的吃饭问题就要依靠向外地购买来解决。目前我们很难得到明代对外地粮食依赖程度的数字，但是可以拿清代的数字作为参考。在清代中叶，江南地区大约有 22% 到 30% 的人口完全依靠外地供应的粮食来养活，尤其是城镇人口对克米的依赖度高达 70% 以上。但是这种依赖与现代社会的产业分工并不相同，古代国家没有统一市场和宏观调控，经济基本是割裂的区域市场之间的自然丛林竞争。华北、东北、湖广、江西等地向江南输出稻谷、大豆、棉花还有木材等低附加值的初级原料。虽然江南对粮食和初级原料的需求也刺激了其他地区的产业发展，但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利润率低，高附加值的产品利润率高。每进行一次交换，就相当于把财富从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地区像抽水机一样抽取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地区。在江南，商品生产高度依赖输出或者出口，出口越发达，财富就更稳定地流入江南。流入江南的大地主、大工厂主、大商人、大牙行手中，而这些人也是大明官僚集团的社会阶级基础。财富流入他们手中，实际上就是流入了国家的统治者手中。这就是明代出口繁荣的本质。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寄生经济的概念，说的是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来源高度依赖于从其他经济体当中汲取，就像寄生虫，一切营养都来源于宿主。这个概念可以用来形容高度依赖出口的明代江南手工业经济，当然更可以用来形容如今的中国出口依赖型经济。长期以来，中国居民部门从 GDP 增长当中得到的份额极低，因此也导致了消费低迷。如今百业凋零，出口独大，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的市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 GDP 的不到40%，而全世界150多个国家的平均值则超过60%。对内把老百姓的收入、福利、消费，把企业的利润都压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本该用于提高国民收入和社会福利的钱，则用于补贴生产、低价出口。可实际上，在出口繁荣、出口依赖的背后，出口产品生产者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如果扣除出口退税、产业政策、资源倾斜这些实质上的出口补贴，绝大多数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是负的，而这个负利润也已经建立在对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无限压低的基础之上。出口繁荣在宏观上变成了贸易顺差、外汇资产和制造能力，在微观上却变成了工人的低工资、工厂的低利润和企业对政策补贴的高度依赖。但是国家却可以从中获利，因为出口企业可以换来外汇，在一个资本不自由流动、外汇高度受国家管理的经济体当中，这些外汇中的绝大多数将变成国家的外汇储备，
而不会变成工人的工资、居民的消费或者企业的利润。所以，出口依赖的本质是一个分配问题，它的基本逻辑是把本来应该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改善社会福利、扩大国内消费的资源，更多的投入到了生产端，用本国居民部门被长期压低的收入和福利去补贴全球消费者，同时把由此形成的贸易顺差和外汇资产集中到国家手中。这和明代江南有一种相似的分配逻辑。明代的丝绸、棉布、瓷器、茶叶卖到海外，白银流入中国，最后集中到大户、商人、牙行，实质是流入到了大明的统治阶级手中。出口本身当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一个经济体如果长期依靠压低劳动者收入来维持出口优势，繁荣就变成了分配问题。如果出口靠低工资、低利润、补贴、退税、土地还有政策支持维持价格优势，最后收益将会主要沉淀为国家层面的外汇能力和少数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普通劳动者拿不到足够收入，中小企业也没有足够利润，居民消费当然会低迷。这种出口繁荣就带有掠夺性。如果出口带来的收益能够提高工人工资、改善社保、增加公共服务、支持企业研发，让中小工厂保留合理利润，那么外向型经济可以支撑一个社会变得更富。商品卖到海外以后，收入能回到劳动者、企业和家庭，出口就会带动内需，制造业也才能够真正的转型升级。因为真正健康的繁荣不应该只停留在货船上，这个道理明代江南已经告诉过我们一次了。